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火星上的第2张人脸被发现。在1976年的7月25日呢，一位 NASA 的科学家呢，正在研究火星上的一个名为西多尼亚的地区的图像时呢，突然之间被某个东西所吸引住了。于是他花了几秒钟呢，来理解他所看到的东西。随后他就拿起了放大镜呢，仔细的观察。毫无疑问呢，在这个距离地球 1.4 英里的火星的表面呢，居然有一个形状酷似人脸的巨大结构。它宽1英里呈现出2只眼睛、1个鼻子和1张嘴的轮廓。在脸的周围呢，还有金字塔和其他看起来不像是自然结构形成的东西，仿佛呢是由某种智慧生命建造的。那第2天呢 ，NASA 就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展示了火星传回的数千张照片。然而，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呢，都在那张有人脸的照片之上。那到底是谁建造了它呢？它是一个早已经灭绝的先进文明留下的信息吗？还是一件宗教的遗物呢？它是狮身人面像那样实心的，还是像大金字塔那样内部是有房间的呢？随后呢 ，NASA 就给这些猜测泼了一盆冷水。他们就表示说，不久之后呢，拍摄到的第2张照片就显示呢，这张脸只不过是一种视觉错觉而已。但可疑的是这第2张照片根本就不存在，NASA 没有展示过那么 NASA 为什么要撒谎呢？答案呢，或许就藏在其他的照片之中。那几个世纪以来呢，我们一直都被这颗红色的星球的秘密所吸引着。古埃及人将火星呢视为神明，希腊人呢则以他们的战神来命名它。然而直到19世纪呢，我们才开始揭开它的一些秘密。在1877年呢，意大利的天文学家乔瓦尼斯基亚帕雷利呢就对这个火星进行了详细的观测。他在火星的表面呢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标记，并将其称为沟渠。然而呢，媒体误认为这些都是运河，从而就引发了关于这些运河可能是由一些智慧火星的种族而建造的猜测。那随着技术的进步呢，太空竞赛的全面展开，获取火星近距离照片呢，已经成为了一项重要任务。所以在1965年呢，水手4号探测器呢飞越了火星，并传回了22张图像。尽管这些首批的火星照片呢令人兴奋，但也让人失望因为火星上没有巨大的城市、运河，也没有任何古代文明的证据。火星看起来呢就跟月球一样荒凉，上面布满了陨石坑，完全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呢，火星上存在生命的想法变得不再那么遥不可及了。因为在很久以前呢，火星上的情况也许并非如此。科学家就发现了火星曾经也是被广袤的海洋所覆盖的，河流和湖泊呢遍布整个星球，它们拥有着厚厚的大气层，使地表呢保持温暖。所以火星还有火山活动，甚至还像地球一样呢是拥有着全球磁场的。很久以前呢，这颗红色的星球曾经是一颗蓝色的星球，而且它具备支持生命所需的所有条件，它跟地球很像。那在1975年呢 NASA 就向火星发射了2艘航天器，海盗1号和海盗2号。而这些探测器呢，各自携带了一个配备高分辨率的摄像头，以及轨道器和一个着陆器。所以在1976年的夏天呢，海盗1号和海盗2号呢终于抵达火星。在2个轨道器拍摄了数千张火星表面的照片之后呢， NASA 的科学家呢，托比·欧文呢是最早被指派寻找着陆地点的研究人员之一。当欧文在图像 35A-72 中发现了那张脸的时候呢，他异常兴奋。NASA 呢也将这张图片呢发给了媒体，以增加呢公众对火星兴趣的一个关注。这一策略呢当时就奏效了，甚至有一些过于成功。因为媒体唯一想谈论的就只有那张脸的照片，而这件事情呢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以至于 NASA 不得不发布后续的声明呢，称这只是一个视觉错误而已，并且呢他们拍摄了另一张照片呢来证明这一点。然而这第2张照片呢一直也没有公布但是也没有人质疑着 NASA 的说法。而西多尼亚地区呢原本是海盗2号着陆地点的首选，该地区呢地形平坦，能见度良好，而且还有许多有趣的岩石构造可供探索。然而在那张人脸的照片发布几天之后呢，这个海盗2号呢却降落在了另一个名为乌托邦平原的荒凉的岩石地区。它为什么改变了降落的地点呢？一些参与任务的科学家抱怨就说这就像是降落在了撒哈拉沙漠本来是想要降落在一个花园里，为什么选择降落在了沙漠里呢？为什么要改变最后的着陆地点呢？所以西多尼亚地区到底有什么 NASA 不想让我们看到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是有很多的东西。因为纪念碑通常不会孤立的存在嘛，无论是在埃及、南美洲还是中美洲呢，发现的各种金字塔都不是单一的一个建筑它们都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包括广场、寺庙。如果火星上是由古代文明建造了一个人脸头像的纪念碑的话，那我们就会估计在附近可以看到其他的结构这正是我们在西多尼亚地区的那张照片所看到的嘛。
所以在脸的附近呢，有人就发现还有一个金字塔群，人们称之为这里是城市广场。而这些金字塔附近呢，还有一个被称为堡垒的物体，它看起来呢就像是一座倒塌的金字塔。还有一个名为 DM 的金字塔的结构呢，以 NASA 成像科学家文森特·迪比德罗·格雷格·莫利纳的名字命名，所以叫 DM 金字塔，是一个巨大的五边形结构，它高 1.5 英里，是埃及最大的金字塔的3倍之大。而真正有趣的是呢，这个 DM 金字塔在2条不同的轴上所对称。虽然很容易呢将这些发现呢归结为巧合，但所有的这些奇怪的结构和金字塔呢，全部都集中在了那张脸的照片的周围几英里的范围内。随后呢，一位名为马克·卡罗托的专业的卫星成像专家呢，就开始研究这些图像。他曾经为国防部测绘局工作，所以他的职责就是分析卫星图像呢，并判断有哪些物体是自然的，哪些是人工的。他就表示呢，包括脸在内的所有的物体呢，全都不是自然形成的。尤其是 DM 金字塔让他感到震惊，他就指出呢，那里的地貌自然假说呢，无法解释 DM 金字塔的形成。这个物体的五边形形状和双边的对称性与太阳系中迄今为止发现的任何的地形都不同，所以这个卡洛托就将这座金字塔称之为火星的罗塞塔石碑。他还发现了该地区的物体之间的各种数字的关系。随着更多的火星照片的传回呢，他们发现了更多奇怪的物体，数量之多呢，令人难以置信。在过去的50年里呢，成千上万张火星的图像传回地球。如果你仔细的查看这些图像呢，你就会发现有非常多各种各样像是人造物体的东西。例如呢，一个极高的几乎呈巨型的一个巨石，另一个巨石呢居然高达10英里。如果它在地球上的话，其顶部呢将穿越云层，甚至最大的客机呢也会在它的下方飞行。还有一个被称为沉船的物体呢，看起来像是一艘船的残骸，它是古代的飞船吗？还是某个建筑物的地基呢？那在2022年的5月呢，好奇号火星车呢在岩壁上呢也发现了一个雕刻的门。那这些巨大的地表的结构的痕迹，难道是机器留下的吗？这个物体看起来呢不像是自然形成的岩石结构啊，它被称之为火星图腾柱。虽然可以说是侵蚀造成了这个火星上大多数的奇怪的地貌，但是这个物体啊却非常独特，侵蚀是无法解释它是怎么形成的呀。在2015年呢，好奇号拍摄了一张照片，看起来像是有什么东西悬挂在了这个悬崖之上。这是一个圆顶还是长矛的顶部？于是这些结构呢都被这个亚瑟克拉克称为玻璃蠕虫。还有一个物体显然不是岩石构造呀，一系列静态的图片就显示呢，一个光球呢在火星的表面移动。怀疑论者就称呢，这是一个坏点，就是说那个照相机的坏点。但是坏点不会在画面中移动呀。此外呢，无论是什么，它都比一个像素的坏点要大得多。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就是一个看起来像是阀门或者是齿轮的印记，这是由机器人的显微成像仪拍摄的呀？难道这是古代机器的零件的印记吗？而这个印记是如何自然形成的呢？还有就是在2000年呢，由火星全球勘探者拍摄的一个碟形结构呢，从周围的一些地貌中脱颖而出。尽管 NASA 一直试图淡化这些照片和发现，但是火星上的这些奇特的结构呢，无疑引发了无数的疑问。它们真的是古代文明的遗迹呢，还是仅仅是自然现象的巧合呢？无论如何，这些发现都让我们对火星的过去和未来充满了好奇与想象。而且呢，我们所讲的这些都只是火星上发现的众多异常的一小部分而已，还有很多很多。那在那张最著名的火星的照片发布几年之后呢，彼得罗·莫利纳尔呢就决定寻找那张原始的照片，以便他们自己呢重新进行分析，它到底是真是假。起初他们很难找到它，结果呢发现它被错误的归档，最终呢他们在维京号图像文件中编号为 35A-72 的照片中找到了它，上面标记为头部。在审查完这张照片之后呢，彼得罗和莫利纳尔就认为呢，尽管 NASA 声称这只是光影的把戏，但是脸部似乎不仅仅是光影的效果。于是他们就开始寻找第二张脸部的照片，这也就是 NASA 声称其证明脸部只是错觉的那张照片。于是呢，他们在档案中找到了，虽然它也被错误的归档了，但是他们确实找到了第二张脸部的照片。而这张脸部的照片的细节呢，就更加丰富了。彼得罗和莫利纳尔就认为呢，火星上的脸部不仅仅是光学错觉，为了证明和反驳这一理论呢，他们需要更多的照片。尽管还有其他拍摄脸部的照片，但是他们惊讶地发现呢，这些照片似乎都被消失了。于是呢，他们就对这个 NASA 故意丢失这些照片呢感到惊讶。所以这就意味着 NASA 一定知道的什么呀？包括早期 NASA 登月的时候，登月的那个录音带也丢失了。
所以难道是 NASA 故意雇了一些很多笨手笨脚的员工来故意弄丢这些东西吗？但是事实上好像似乎确实如此。所以他们就说啊，这第二张火星脸部的照片呢，显示出了更多的细节，阴影更少，脸部的左侧呢似乎有2个眼窝，一个鼻子，甚至还有一张嘴。但最奇怪的是啊，这个结构呢有2个平行且长度相等的边，而每条边呢有数百码长，而且完全的笔直，顶部和底部的边缘呢都是弯曲的，并且呢具有相同的曲率，它看起来呢就是对称的呀，而且是有框架和平台的呀。什么东西能够自然风化成这个样子呢？那根据地质学家和成像专家的说法呢，就是如果脸部的底部确实是人工结构的，那么它与自然界中可以看到的任何东西啊都是不同的。而且他们在这个眼窝中还发现了瞳孔的证据，所以 NASA 呢就对这些新的发现呢嗤之以鼻。于是这2位研究员呢就寻求了一些外部的帮助。这个时候呢，科学记者理查德·霍格兰呢就介入了，他组织了一个独立研究小组啊，并开始更详细地研究了这些照片。而计算机成像专家马克·卡洛托博士呢也加入了团队。他的新图像增强技术显示呢，这张火星人脸的照片的嘴部似乎还有牙齿，而且框架上奇怪的条纹还有图案。所以研究人员就对他们发现的东西啊异常兴奋。于是这个霍格兰还安排了一次与 NASA 卡尔萨根的一个简报。那在会议上呢，卡尔萨根表现的印象也深刻，但是他却在报纸上呢攻击了火星脸部的一个理论。于是呢，这个霍格兰就向 NASA 施压，要求他们去拍摄更多的照片，以证明呢 NASA 所说的是真实的。但是 NASA 表示呢没有必要，他们就觉得谜题已经解开了，我为什么还要去再给你们浪费时间去拍照片呢？但是 NASA 没有意识到，这个理查德·霍格兰是有一个很大的平台的，它是来自于美国西南部沙漠地区的一个很有名的电台，叫 Coast to Coast。之前宇哥也讲过嘛，它是一个广播节目，听众呢有好几千万。这个霍格兰就通过广播节目中的主持人贝尔的节目接触到了数百万听众，并经常在节目中露面。借助贝尔的听众呢，霍格兰能够发起写信和各种电话活动，迫使 NASA 呢必须去拍摄这个塞多尼亚地区的脸部和金字塔的新照片。尽管 NASA 没有立即同意，但是压力开始增加了，因为再过几个月呢 NASA 即将再次前往火星。于是呢，在1993年啊 ，NASA 就发射了火星观察者号，这是自维京号任务以来呢首次重返火星的任务。然而 NASA 甚至没有计划搭载相机，就很奇怪，他去探索火星居然不搭载相机。最后呢，在公众强烈的抗议之下，迫使他们啊就强加装了一台相机。于是呢，人们就开始对这个火星观察者号啊充满期望，因为新的相机的性能足以清楚地解决掉火星人脸的那一张塞多尼亚金字塔的各种争论，至少这是人们希望的。但是现实呢，却又啪啪打脸了。即使是在这个火星号发射之后呢 ，NASA 仍然坚称他们对拍摄脸部或塞多尼亚地区没有兴趣，就是各种狡辩就不去。争论呢一直持续到了火星观察者号已经进入了火星轨道的3天前。那在火星观察者号进入轨道前的那个周日呢， NASA 就派出了该任务的首席科学家贝文·弗里奇博士呢，在早安美国的节目上呢，与这个霍格兰开始辩论。于是这个霍格兰就指出呢 ，NASA 拒绝拍摄新的照片的行为本身很令人怀疑。辩论结束的时候呢，连主持人都在问 NASA 为什么不拍几张照片来证明你所说的这些是错误的呢？证明这些人都错了呢？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就更加可疑了。因为 NASA 做出了什么你知道吗？辩论的播出刚结束不到5分钟之后， NASA 突然就宣布火星观察者号的探测器失踪了，失联了，就是他们联系不上了，控制不了了，相当于没有这回事了，就是这次的任务失败了，拍不了了，谁也看不了。这样一来呢，就无论谁赢得了这场辩论，都不会有火星的照片了。他们说这个东西他们弄丢了，这不是更加让人怀疑吗？而霍兰格和其他的人都声称啊，其实 NASA 内部人士那里有人透露了信息。根据这些透露的信息呢，他们说这个火星观察者号仍然是在那里运行的，并不是弄丢了，知道，并不是联系不上，是他们故意不想给你们看，想隐藏什么。他说那个东西本来是状态良好在那儿运行的，事实上他正在拍摄火星脸部上的照片和其他奇怪的建筑物的一个照片。即使是 NASA 是有这些照片的，他们也不给我们公开。尤其是如果这些照片显示啊，那张人脸呢就是人工建筑物的话，那他就更不可能给你看了嘛。所以 NASA 就继续坚称呢，你们所谓的脸部的照片呢就是一堆石头。但由于他们无法拍摄照片来证明这一点呢，于是他们做了次一等级的选择，他们伪造了一张照片。
在火星观察者号失败5年之后呢 ，NASA 就发射了一颗名为火星全球勘探者号的新探索器。尽管上面有更新更好的相机，但是 NASA 又做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就是它坚持要用那个旧的相机，带着旧相机上火星去，不是很搞笑吗？再一次呢 ，NASA 不想拍摄塞多尼亚脸部的照片，又让人怀疑。但在公众的压力之下呢，他们最终同意说给你去拍几张。然后 NASA 呢就终于发布了一个重大的公告，那是在1998年的4月5日呢 ，NASA 终于发布了一张高度详细的一个火星脸部的照片。然而发布的是一张充满噪点、光线不佳、天气恶劣且经过多重滤镜处理的模糊的图像。在当晚贝尔的节目中呢，霍格兰和他的团队就感到非常的失望。贝尔就表示呢，在他看来，这张图像看起来呢，就像是他在这个猫砂盆里抓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从那一刻起呢，这张照片就被称为猫砂盆图像。包括 NASA 的承包商兰德弗莱明呢，回到了原始的数据，他也想试图重现猫砂盆这个图像。起初他无法做到，但是最终呢，他应用了14种不同的 Photoshop 的滤镜之后呢，成功复制了这张照片，是不是很搞笑呢？于是他就意识到这绝非偶然嘛。这张照片呢，并不是所谓的糟糕的增强，而是一种粗制滥造的非常有效的欺诈行为。我们先不管这个脸部是不是自然形成的，他这种行为也是不可原谅和失职的，以及滥用权力。如果脸部最终被证明是人工的，那他造假的这张照片无疑将被视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恶意、最具破坏性的科学欺诈呀！因为自从第一批彩色的图像从火星传回来以来呢，他们总是让人感到怀疑很多这些图像都被一种奇怪的橙色的雾霾所主导。而 NASA 解释就说呢，这是由于他们那边的大气层中充满二氧化碳、红色的尘埃。然而呢，二氧化碳和大气层应该是蓝色的，虽然不是像地球那么蓝，但也是带点灰调的蓝呀。但是火星的图像每次给我们传过来都显示天空是一种奇怪的带红色的那种感觉呀。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些照片呢是让火星表面，他们想让你们看起来像是一个奇怪的外星世界，但其实呢，这并不是火星真正的颜色。出于某种原因呢 ，NASA 在发布火星照片之前呢，似乎就对这些图像已经进行了橙色滤镜的处理。搞笑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呢，没有人会质疑这一点。但是在现代呢，这些数字软件呢，比如说 Photoshop 等等，他们都可以检测出哪些图像呢是否被应用了单一的颜色，就是被人调过色了。甚至 Photoshop 现在提供了一键解决假颜色的功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早期他们发布的那张非常模糊的假的火星的图像，它看起来呢就像我们多年以来被灌输的火星的版本。但是 Photoshop 可以一键纠正颜色，你知道吗？就是把那个他们 P 上去的滤镜呢，让它一键还原。然后这张图片看起来呢，居然跟我们的地球一模一样。于是呢 ，NASA 最终就意识到，他们使用的这个橙色滤镜的技术呢，已经很容易被发现了。现在即使是 NASA 的照片呢，也不敢用了，他们都是显示出蓝灰色的天空和景观。但为什么 NASA 不想让我们知道火星有蓝色的天空呢？这又很奇怪啊。有人就说这是为了阻止人们想要访问火星，因为怕我们看到火星上有其他外星文明的遗迹，所以它看起来越像外星，空气越不好越好呀。所以火星曾经有海洋和厚厚的大气层，如果智慧生命在火星上进化，它也是可以支持的呀。而那张人脸照片和其他人工制品应该不是岩石，你知道吗？是一个早已消失的社会的遗迹才对。所以那我们就不得不问嘛，那古代火星文明到底发生了什么呀？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就是世界各国政府多年以来对我们撒谎的原因。因为有科学证据表明呢，在数百万年前火星曾经被一场大规模的全球核战争所摧毁。好奇号探测器呢，在8月抵达火星之后开始分析表面的样本。NASA 的科学家原本期望是找到含有大量氧化铁的土壤，他们确实找到了，但是没有让人料到的是会发现大规模核战争的证据。化学成分分析显示呢，火星土壤的表层含有大量的氙129，只有一种已知的过程会产生这种特定的氙同位素，那就是核武器爆炸之后。在过去的70年里呢，地球上进行了上千次的核实验，而每次核爆炸呢，都会留下微量的氙129。所以火星土壤中的氙129的含量居然是地球的2.5倍。所以约翰·勃兰登堡博士呢，是前 NASA 物理学家，也是著名的火星研究员嘛。他是陪同理查德·霍兰格呢去 NASA 提交他们在塞东尼亚地区发现火星人脸的科学家之一。所以勃兰登堡博士就认为呢，火星上曾经是存在过一个人形文明的，并在火星上灭亡。他们向几位核武器专家展示了他们的发现，
于是他们研究之后就认为呢，这就是核武器爆炸后的一个特征，没有其他过程可以产生这样的氙的光谱。要在火星的表面沉积可以产生这样多的氙的光谱，核武器的规模呢就必须像帝国大厦一样大，能量相当于1000兆吨。相比之下呢，曾经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呢只是20千吨而已。所以我们谈论的应该是一次威力是其5万倍的一个核爆炸。所以伯兰登堡博士呢还在火星上发现了2个热点，那里的核辐射的水平呢比其他的地方都要高，而这2个热点之间的位置呢正是塞东尼亚地区那个有人脸照片的和金字塔地方的地点。那里的同位素呢测年将爆炸的时间呢居然定位在了1亿5千年到3亿年前。所以火星曾经是一个像地球一样的蓝色的星球，覆盖着海洋厚厚的大气层，但没有人确切的知道火星是如何失去这种大气层的。这种规模的核爆炸其实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只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理论而已。如果火星上的人脸照片和其他的结构都是由一个智慧种族创造的，他们的技术应该不会那么先进呀。因为从他们的技术来看呢，他们可能还处于是铁器时代的一个文明啊，所以这些人应该不会有技术来制造如此毁灭性强的核武器啊。这就意味着这些武器呢，有可能是由其他人引爆的。而另一种理论就是火星上的智慧生命确实达到了先进的技术水平，足以在一场核末日中自我毁灭。但是那一场灾难性的事件之前呢，一小群的人形生物，他们肯定会逃离火星嘛。那么那些成功逃离火星的人，他们到底是谁呢？那很有可能呢，就是我们人类。所以以上的故事呢，有古代文明、政府的掩盖、外星的入侵、核末日以及更多的阴谋论。但所有的这一切有多少是真的呢？我们无法亲自去查看火星，至少现在是不能的。所以信息的来源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政府。而我们在火星的照片中看到了太多的东西都可以解释，但有几件事情确实是无法解释的呀。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向火星派遣任务，但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就不派一辆探测车穿过这个塞多尼亚地区呢？直接开到那个被认为是火星人脸的物体前面，直接拍给我们看呢？ NASA 说那里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觉得说开过去就是浪费资源。但是恕我直言呀， NASA 的资源是来自于纳税人呀，而纳税人想知道火星上的脸部到底是什么，但是他们却不做呀。在我们获得塞多尼亚近距离照片之前呢，那里的关于火星脸部的故事呢，永远都不会消失。所以大家认为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